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掌灯静读。同父异母的姐姐什么都要跟我争，甚至冒名顶替我去相亲。可她最喜欢假清高。暧昧许久的相亲对象富二代在众人跟前向她表白，她故作矜持，执意拒绝。我把你当弟弟，你却想当我男友，我不答应。男人转头向我求婚。姐姐恼羞成怒，把自己送上床，哭着要个名分。她明明爱的是我，你凭什么抢走她？我愿意一心只守着你一人，我不在乎什么豪门太太的名头。后来红本本里钢印下写着我的名字。自持矜持的姐姐发疯一般给富二代泼硫酸。我为你丢了工作，生了孩子，你说过爱我一辈子的，你忘了吗？他就是下贱小三生的贱种，他怎么配跟我争？圈子里的公主少爷又一次集体出游。姐姐白佳玉一直是众星捧月的焦点，她游刃有余地游走在人群中，一袭黑裙奢华，举手投足的妩媚收获了不少男人暧昧的视线。只不过在这样的场合，她还不忘记一直留意我的动向，朝着我瞪眼。我跟他同父异母，向来不对付。时针摆动到0点，泳池边竟然绽放绚烂的烟花，玫瑰花瓣从天而落，悠扬缠绵的钢琴声响起。圈子里最瞩目的江家大少江成义大步走来，双手捧着鲜花，对着白佳玉深情告白：我挚爱的白小姐，能否给我一个做你男朋友的机会？周围的人都是欢呼尖叫，不少人拿出手机拍下这浪漫的一幕。白佳玉眉眼雀跃，嘴角上扬，却又故作矜持，压住激动，清冷地开口：胡闹什么？我一直把你当作弟弟，我们之间一直这样相处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江成义剑眉微皱，但很快又哄着道：佳玉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不想暧昧不明，我想堂堂正正地站在你身边。低沉的男声句句真心深情，让白佳玉冷傲的脸有些松动，我却不合时宜地在一旁发出羡慕的掌声。姐姐真是好命，江少爷有钱有颜，身价上亿，还对你这么痴心，果然姐姐以后是要嫁入豪门的了。果然，一向自持清高的白佳玉瞬间冷下脸，打断我的话：果然是小三的女儿，满头满脑都是男人。她转身看向江成义，声音坚定：成义，我是独立女性，你这样在众人面前跟我表白，有些道德绑架的，我认为这是不尊重我，你这样会让……还没等白佳玉把自己的独立自强的人设念完，江成义已经失去了耐心，阴着脸把花摔在地上，不顾众人的捂嘴偷笑，迈着长腿离开现场。白佳玉的闺蜜们拥上来，都在替她骂江成义的狗脾气。我惋惜地捡起花塞给愣神的白佳玉，也愤愤不平道：江大少真是脾气大，姐姐你不会喜欢这么幼稚的男人吧？白佳玉俏脸一白，把脱口而出的喜欢硬生生咽了下去，强称自己孤傲独立的人射白了我一眼。当然，我只是把江成义当作弟弟，浪漫的表白，悲剧的难堪。江成义是舔狗的词条在网上迅速爆火。当晚，我爸就接到了江家要撤资的电话。你们两个说清楚，到底是谁得罪了江家？我爸气得发疯。他手里的项目即将推进，正是需要江家的庞大资金相助。结果刚才江氏负责人打电话说要撤资，给他气得高血压都要犯了。白佳玉眨眨眼，忽然笑道：爸爸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。我和我妈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只见他气定神闲地给爸爸倒了一杯茶，轻声道：我和成义闹了一些不愉快，撤资一定是他太生气吓唬我们家的，他那么喜欢我，肯定不会真的为难你的。说完，白佳玉就给江成义打去电话。
不过一会儿，楼下传来跑车的引擎声。爸爸脸色缓和，我和妈妈对视一眼，跟着白佳玉出了门。两人在车旁拥抱亲吻，好不深情。江澄义动了情，佳玉，求你给我个名分行吗？我不要像个见不得光的男人。白佳玉喘着气，双眸沾了雾气。我只是个比你大的姐姐，你身边那么多小姑娘，何必只要我呢？江澄义紧紧抱着她，再一次深情告白。我跟他们没关系，从始至终我只爱你白佳玉一人。你比我大又如何？我爱的是你，我想成为你的男友，更想成为你的丈夫，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江太太。眼看两人快要和好如初，我冲了过去，拉开两人。我将白佳玉护在身后，大声道：江大少，你是想把姐姐豢养在家里当金丝雀吗？姐姐年纪比你大，你这些哄骗小女生的把戏，她是不会相信的，对吧姐姐？这些都是对着白佳玉的独立自强的姐姐人设说的，她十分受用，也十分在意。假清高，装独立，一直都是她的虚伪面具。既然她喜欢戴着，我就帮她打个死结，脱也脱不掉。所以这时候面对江澄义不解的眼神，他只是挺直了脊背，目光闪烁，沉默认同。江澄义气得发疯，猛地推开白佳玉，转身上车离开。你这是在玩我吗？真有你的！没能按计划哄好江澄义，白佳玉有些急了，她正要冲我发怒，却被我先开口质疑。姐，这个江大少真无语，真不如赔少。你不会真想跟这种幼稚恋爱脑的显眼包弟弟结婚吧？白佳玉冷哼，就算我不跟他结婚，也同样轮不到你这个小三的女儿。我静静地看着白佳玉离开的背影，嘴角上扬。好姐姐，江澄义本来就是我的相亲对象，被你故意抢走，现在也该还回来了。昏暗的酒吧卡座上，江澄义喝得烂醉如泥，他连打电话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瘫在沙发上，迷迷糊糊地喊着白佳玉的名字。听冉，今天有把握拿下江澄义吗？当然。好，我在家里拖着白佳玉，你尽快解决。手机里是我和妈妈的消息。我招呼酒保帮忙把江澄义扶上电梯，直接去了顶楼的酒店套房。醉酒的江澄义毫无意识被推倒在床，我一把扯开他的衣服，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，两人滚进被子里，一觉到天亮。对了，半梦半醒间，我还掐断了无数个白佳玉的电话，急死他。天光大亮时，我一个翻身，正对上刚睁开眼的男人。啊！我抱着被子慌忙往后缩，惊慌失措和羞涩布满整张脸。江澄义也猛地起身，看清楚我的模样后，冷笑道：陈平冉，我可是你姐姐的男朋友。我知道你跟佳玉关系不好，你是不是故意上床，想以此要挟我去气她？我失落地摇头，哽咽道：不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扶你上来休息而已，是你抱着我不放的。喝断片的江澄义皱着眉，脑海里只有几个模糊片段。他烦躁地低着头，却看见了洁白的床单上有一抹刺眼的红。他瞳孔一缩，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。我撇撇嘴，故作坚强，没事的，你不用在意，也不用负责，不过是一夜情，我懂规矩的，不过是一包血浆而已，我又不吃亏。说完，我含着泪把衣服穿好，江澄义却心软了，他放低声音：要不我给你一点钱。我猛然回头，红着眼：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江澄义，你不用替姐姐来羞辱我，我们昨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，你不必在意。把门一甩，我迅速抹掉眼角的泪，收起故作的委屈，无声地笑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白佳玉显得很焦虑。
因为时常黏着他的江成义居然1周没联系他了，这很不正常。他在家里心烦地走来走去，我妈好心安慰他：佳玉，你先休息休息，搞不好那个江成义只是忙工作，忙得忘记联系你了。白佳玉嫌弃地看了我妈一眼，言语刻薄：要你管？有空多收拾收拾自己跟你女儿，别出去了，给我和爸爸丢脸。向来要面子的爸爸也在一旁附和，丝毫不顾我妈的面子。佳玉说的对，你呀那张脸都黄成什么样了，都不保养一下。以前佳玉他妈很会打扮的，从来不给我丢人的。还有平然也是，多向你姐姐学习学习，一边工作一边读个研究生什么的，提高自己的内涵和学历，才能敲开那些高阶层高质量圈层的门，才能给家里带来更多利益呀。我妈面露尴尬之色，但眼底是不甘心。我也不甘心，现在的家业都是我妈带来的，只是因为怀了我，所以把公司的大小事务都交给了爸爸和白佳玉。没想到他们做了上位者后，享受这一切带来的虚荣和权力，变得自负势利，整日借着妈妈之前攒下的人脉和金钱，自以为是的跻身进入到了圈子里，耀武扬威。江家和陈家是世交，两家联姻是锦上添花。江成义原本是我的相亲对象，可白佳玉抢习惯了，爸爸跟前妻离婚，对他心怀愧疚，一直要我让他。我妈那日刚好回老家看外婆，爸爸找了个由头把我困在家里，任由他的大女儿顶着我的名字去相亲。他们心里盘算的是把陈家变成白家，让白佳玉能嫁入江家做豪门儿媳，他也好向江氏开口去推动那些他想做却被我妈拒绝的项目。鸠占鹊巢的人看不清自己的地位，还想踩在我和我妈头上指指点点，我绝不允许。即便不能跟江家联姻，我也不会让爸爸和白佳玉捡便宜。这时，我和白佳玉的手机同时亮了起来。去青银庄园度假，今晚出发。这次去度假，全都是跟江成义关系较好的朋友。一上车，他依然坐在白佳玉身旁，但余光总落在我身上。我假装不知道，一直偏头看着车窗外的风景。车停下后，众人打打闹闹地去选房间，白佳玉被闺蜜拉着走在前面，我却被江成义拦下去路。他眼底有些愧疚，有些不忍。最后，他替我拉着行李走进了他住的隔壁套房。你住这间，有什么事就去隔壁找我。我不吭声，他就提高音量：陈平冉，听见没？我点点头，恰好看见白佳玉皱着眉看过来。江成义仿佛故意一般，忽然牵着我的手往前走去，目光丝毫不落在白佳玉身上。真坏，拿我当工具人去气他。可清高如白佳玉，他既然说了把江成义当作弟弟，就不会轻易的让他成为男友。毕竟吊着一个人的时候，才能享受极致的暧昧和追捧。一群年轻人坐在一个小山坡上，吹着风玩真心话大冒险。瓶子转向白佳玉那一刻，江成义的好兄弟提出了刁钻的问题：佳玉姐上次拒绝诚意的告白，有没有后悔？我憋着笑，这好兄弟是真敢问。白佳玉的脸红一阵白一阵，刚想开口说话，被江成义打断：什么狗屁问题？我替他喝了。下一个一饮而尽，四目相对，两人像心有灵犀，目光又暧昧地粘在一起。瓶子再转到了江成义跟前，有人坏笑提问：江少，最近有没有一夜情啊哈哈？这个问题本就是无心的玩笑，只要江成义笑骂几句忽悠过去就成。谁知他竟然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半天不说话，只是拿起酒杯，又是一饮而尽。这让大家都兴奋不已。
更让白嘉玉心慌意乱。江澄义自从喜欢他之后，很少再乱搞男女之情。他以为拿捏住了这个浪子，没想到还是给人趁虚而入了。大家说说笑笑，又到了深夜，谁知突然起风了，瓢泼大雨倾泻而下。匆忙间，我们所在的山坡出现泥土松动滑坡的迹象，江澄义一个不注意踩空，摔了下去。随着白嘉玉的惊呼，我已经伸出了手，只是力量悬殊，我被他拽着一起滚下山坡。混乱翻滚间，江澄义抱着我的腰捂住我的头，闷哼一声，撞在了一棵树上。在我昏迷之际，听见他喃喃自语：“你个笨蛋，就这么喜欢我？我喜欢你个屁呀！大哥，如果你不是江大少，你看我理不理你？”由于江澄义受了伤，白嘉玉忙前忙后去照顾，天天亲自煲鸡汤送去，人人称羡，夸两人俨然一副老夫老妻的状态。白嘉玉对此也不反驳，十分享受。江氏也意外地恢复赞助爸爸的项目资金，宣布再次合作。白家父女俩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整日进出江氏的大门。我一头扎进公司的周年庆活动中，忙得吃不上饭，根本顾不上这两人。终于，活动如期开展。众人端着酒杯四处结交人脉时，江氏的掌舵人江太太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：江氏跟陈家好事将近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看向白嘉玉跟江澄义。两人此前轰轰烈烈的告白让人记忆犹新，况且江澄义多次对外宣布他只爱白嘉玉，连白嘉玉都以为好事将近的好事是落在他身上的。这几日对江澄义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他已经开始心动了。放弃独立女性的人设，嫁入豪门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他仰起头，挺直背，面带微笑地看着江澄义朝他走来，嘴里却还一直挂着他高高在上的清冷人设。澄义，我们先说好哦，这可是你执意恳求的，我要是做了你的女友，话到一半戛然而止。江澄义并未给白嘉玉半分目光，而是直径走向我，手捧鲜花和戒指，单膝跪地：“陈听冉，嫁给我好吗？”我微微一愣，在他真诚和妈妈鼓励的眼神下，喜极而泣。我愿意。满场的礼花为我们绽放，雷鸣的掌声在为我们祝贺。在人群里，白嘉玉浑身颤抖，掩面跑了出去。爸爸不明所以，他是想让白嘉玉嫁到江家的。他惊讶地开口询问：“江少，你不是在跟嘉玉谈恋爱吗？怎么突然跟听冉求婚了？而这求婚是大事，怎么也没跟我们做父母的商量商量？”妈妈适时站出来，握住我的手，温柔笑着：“这件事我已经点头答应了。程毅是个好不错的孩子，跟听冉年纪相仿，正是般配。”江程毅冷着声道：“叔叔，白嘉玉小姐三番四次拒绝我的表白，可见是不喜欢我的。我江程毅是个有脸面的人，不会过多纠缠。现在我也找到了喜欢的人，我跟白嘉玉之间再无瓜葛。”他温柔地看着我，眼眸中竟生出一丝情意。可我真不相信他那么快就爱上了我。毕竟他刚才可是暗示自己的兄弟偷偷溜出去照顾白嘉玉了。两人暧昧纠缠至深，断干净还需要点时间。我故意给足白嘉玉挽回的机会，他这回算是心急如焚了。每天夜里故意在酒吧与江程毅偶遇，不是假意喝得烂醉要他送回家，就是故意被人欺负想让他出头。白嘉玉的主动示弱让江程毅十分享受，他对我那晚的救命之恩心存感激是真的，可对白嘉玉的感情付出也是真的。
虽然被多次拒绝伤了心，但回过神来，他依旧会落入旧时爱人的温柔乡里，无法自拔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替他拔掉的。这不，有人偷拍到了白嘉玉扶着喝醉的江澄毅进了酒店。我眼疾手快地买下了媒体手里的照片，但此事没能瞒住江太太跟我妈。我赶回家里安抚两位母亲后，独自一人敲响了江澄毅的家门。开门的人是白嘉玉，我丝毫不意外，倒是江澄毅着急忙慌地扯了件衣服跑出来跟我解释：“你别多想，我喝多了，他就是顺路送我回来而已。顺路。”家里的方向跟江澄毅的豪宅可是隔着108000里呢。我没揭穿他拙劣的谎言，只是低头把手里的照片递给他，小声提醒道：“如果你跟我求婚只是为了气姐姐，现在你也做到了。他那么在乎你，只是你们要小心点。最近很多媒体都在盯着，这些照片一旦流出去，会影响江氏和陈家。你是江氏未来的继承人，更要小心。”我无所谓的，反正我喜欢你。你不也一直没发现吗？最后一句话我说得很小声，像是生气的抱怨，却被江澄毅听了进去。他不顾白嘉玉在身后看着，一把将我抱进怀里，轻声安抚道：“你相信我，我们会结婚的，我会处理好跟他的过去。”呸！傻子才相信你。我默默点头，瞥见白嘉玉哀怨的眼神和生气颤抖的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江澄毅看似与白嘉玉保持距离，冷漠相待，但架不住白嘉玉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他竟然在工作室的厕所里想不开，用美工刀划破手腕，血染了一地。电话打到江澄毅这里的时候，他正在陪我看电影。慌忙中，他未跟我道别，只是发了一条信息告诉我白嘉玉自杀了。我没回复他，自顾自地把电影看完。从那天起，我没有主动联系过江澄毅，他倒是每天给我发信息，最少的时候是10条，最多的时候是50条。在见到他时，已经是半个月以后了。他满脸歉意，送给我一整套珠宝当作赔罪。我笑了，什么事那么严重，还需要赔罪？江澄毅的眉毛拧成麻花，双手握紧又松开，最终挣扎几番才开口：“嘉玉他自杀了，情绪很不稳定。医生说最好是能多照顾他的心情，凡事能顺着他就顺着，不然可能有患上抑郁症的风险。所以我这段时间都在照顾他。他说想跟我结婚。高岭之花终于放低姿态走下神坛了吗？没想到白嘉玉被我逼到这份上。可我知道他的爱不单纯，他想要的还有更多，不仅仅是江澄毅的爱。我将珠宝推了回去，伤感道：“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你跟姐姐之间的阻碍。如果你真的喜欢姐姐，我去跟江姨说退掉婚约的事儿。我喜欢你，甘愿为你和江氏付出和让步。”说着说着，我感到眼眶酸胀，头一偏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，但依旧强撑哽咽道：“江澄毅，你可以忘记我们的那个晚上，也可以忘记我救过你。”别说了。江澄毅红着眼眶抱着我，呼吸急促。他的手像是哄小孩一样抚摸着我的头发，轻声道：“我没有不喜欢你，我只是现在很乱。”嘉玉很少示弱，他现在情绪不稳，又离不开我，我没办法，可我也不想耽误你。我将脸埋在他的胸前，委屈道：“江澄毅，你只知道照顾姐姐，你也照顾自己呀。”他一脸茫然看着我手机上的信息，上面赫然是关于江氏继承人的新闻。
这段时间，江承义一直被白嘉玉纠缠，根本看不到这些关键信息。江氏开始计划寻找多年前失踪的长子，这就意味着他不是唯一的继承人。在权力、金钱面前，很难会有人再继续选择爱情。而我只是适时地说漏嘴，让江承义心生怀疑。姐姐之前一直在跟裴氏的人有接触，虽然说没有商务，也可能是玩伴，不过最近一直在找江氏长子的人，都是裴家那边出力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都劝了妈妈，以后不管公司如何，我们一定都站在你这边。我一脸天真，姐姐可能被裴家的骗了，我怕你被骗。我真正心疼的人是你呀，江承义。听我说完后，江承义沉默了很久，却一直没有松开抱着我的手。平然，我不会再摇摆不定了。你就是我未来的妻子，谁也不会改变这个结果。他声音逐渐坚定，我也顺从道：如果你放心不下姐姐，就给她买个房子养着吧，我不会吃醋的。江承义浑身一僵，随后收紧手臂抱紧我，喃喃自语：平然，你真好。被迫成为金丝雀的白嘉玉恼羞成怒，竟然闹到公司的招标会上，当众给我难堪。此时的他没了昔日的清冷高傲，只有满眼的嫉妒，像个疯婆子一样抓着我的头发扇我巴掌。我气得还手，趁着江承义还没来，狠狠地甩了几巴掌回去。他口中辱骂不断，让周围的人都脸色大变。正好江承义赶来，他一把将我推倒，扑到男人的怀里，哭着要一个名分。你说过你只爱我，可你现在却要娶我的妹妹，你这是在打我的脸呢，江承义。我清清白白的跟了你，你现在又不负责，只会把我养在屋子里，你安的什么心呐？白嘉玉好似疯了一样，扯着嗓子嚎叫，丝毫不顾招标现场还有许多家对手在，完全不给江承义留情面。她陈平然是小三生的女儿，怎么配得上你？我才是白家大小姐，你应该选我才是。面对白嘉玉的撒泼打滚，江承义昔日里带着温情的双眸逐渐冰冷。他记忆里那个知书达理、进退有度的知性姐姐不见了，现在只有一个满心满脑都是恋爱的蠢女人在自己眼前。白嘉玉只顾自己的爱情，不顾江承义的脸面，闹得昏天暗地，丢人现眼。会场的人都露出嗤笑的眼神，裴氏的人更是出言帮着白嘉玉说话。江大少，你也太风流了，姐姐妹妹你都完了，现在不想对姐姐负责了。也对，江少本来就是个薄情寡义的，当初都能对自己的亲哥哥见死不救，现在不过是个女友，甩了一个还有另一个呢。呵，裴少你可真敢说。终于，江承义咬牙切齿，用力推开了发疯的白嘉玉，低吼道：白嘉玉，你疯了吧？你简直满嘴胡言！平然为了让我方便照顾你，所以提议给你买房子住。当初你3番4次拒绝我的表白，口口声声说我们只是姐弟，现在又是爬我的床，又是闹自杀，到底是谁又当又立？到底是谁负了谁？江承义将我抱起来，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，任由白嘉玉哭成泪人。我猜江承义的绝情大约只有1个月的时间。果然很巧，1个月后，他在浪漫的巴黎再次遇到憔悴的白嘉玉。两人本就是在巴黎相遇，这次算是重逢。昔日的爱人满眼含泪地望着他，怎能叫他不心动？收到他身边的秘书偷拍的两人相拥的照片，我叹了口气。选继承人就怕遇上这种天资不高还恋爱脑的蠢货。我叮嘱秘书让那两人在巴黎玩得尽兴，可以不用急着回来。随后我敲开了江氏集团总裁的大门。
江太太一副等了我很久的样子，还给我倒了一杯茶，语钱龙井，也算顺口。说吧，你为什么执意要我跟你合作？据我所知，即便是江澄义娶了白家玉，我也能守得住江氏。我摇摇头，江姨，你很快就守不住了。我打开手机递上去，我妈查到了一些东西。大家族嘛，总有流落在外的孩子。最近裴家的已经帮你们找到了原来的江大少。你说老爷子那么喜欢长子，到时候又有多少资产分给程义呢？况且，因为你的身份，在江氏举步维艰吧。江太太是继母，跟已故的江总生下了江澄义，却得不到认可。母子二人在江氏并不好过，江太太拼命在前面赚钱抢占地位，江澄义就在后面拼命花钱风流浪荡。但我知道他野心不小，想独自吞掉整个江氏。他需要别人的帮助，而我和妈妈的陈家就是他最好的助力。因为我们也需要江氏这块肥肉，替我们陈家打通海外市场，双赢的事情我和妈妈都很愿意做的。选择盟友，既要清楚他的软肋，又要拿捏他的软肋。江太太的软肋就是这个宝贝儿子江澄义。我与江太太达成共识后，我原是想使点手段叫江澄义回家的，结果白家玉再次作死，气得江澄义把他扔在国外，自己回来了。白家玉始终放不下他骄傲的身段，自认为所有人都要捧着他，包括江澄义在内。他真是在追捧中生出了优越感，开始恢复他人淡如菊又孤傲情感的角色。他竟然偷偷开启直播，对着那些示好的粉丝说江澄义自降身段讨好他的种种往事，末了还得意地添上一句：他爱的就是我的傲骨和知性，如果我改变了，他便不爱了，吊着他，他才会一辈子爱我。这句话直接冲上八卦热榜，江澄义再次成为群嘲对象。白家玉肯定想不到江澄义会为了这句话直接跟我去民政局领了证。唯美的婚宴上，新娘不是白家玉，可她却穿着婚纱。旁边有工作人员询问她新郎在哪里，她愣住了。她明明听见江澄义的助理说要办婚宴，要娶白家的女儿，婚纱还寄到了家里。现在婚礼现场只有他孤零零地站在门口，尴尬难堪。乐声响起，众人鼓掌祝福。那些声音惊醒了在做梦的白家玉，让他清醒地意识到新娘是我，不是他。在与江澄义完成戒指交换后，白家玉撞开大门冲了进来，浑身颤抖的他指着江澄义大喊渣男。不过很快就被保安赶了出去。我转头看着江澄义，这个男人眼底已经没有了对旧情人的怜惜和爱慕，只有无尽的厌恶。直到香槟打开，金色液体从高处流下，宛如璀璨星河，他才缓过神，坚定地握着我的手说：听冉，这辈子我只爱你。你愿意和我携手相伴吗？不要相信摇摆不定的男人说出的话，那些看似承诺的都是谎言。而我只相信自己手里握着的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我嫣然一笑，我愿意。当然，漂亮的女人也会说一些无伤大雅的谎。婚礼结束后，意外地发现白家玉还在酒店外徘徊。他哭哑了嗓子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当初江澄义对他的承诺：你说过不在乎年龄，你说过会爱我一辈子。我为了你拒绝了那么多优秀的男人，你现在却跟我的妹妹结婚，你是有多残忍？那个陈听冉，一个小三生的女儿能有多好？你居然娶了她，难道是因为那天下雨我没有救你吗？可我也伸手了呀！江澄义打开车门的手僵在空中，半天没有动作。我贴心地替他打开车门，却告诉他：如果你想去找姐姐，
我也不会介意的。毕竟他那么爱你，你们曾经……不用，我们回家。江诚义一个侧身坐进了车里，握着我的手，干脆利落地关上车门，不再理会白嘉玉的哭喊。即便他狼狈地提着婚纱追着车跑，他也熟视无睹。绝情的男人心真硬。婚后，江诚义总是会看着手机发呆。我知道他在犹豫要不要查看白嘉玉的近况，想着要不要听他的留言。这等苦情做派，我视而不见。因为江氏的继承大戏就要上演，我必须准备好一切去替不成器的江诚义夺得最佳位置。令人唏嘘的是，江诚义继承江氏没多久，江太太意外摔倒去世了。为此，江诚义借口买醉，却睡到了白嘉玉的床上。不仅如此，还被所谓的江氏长子抓个正着。一时间，铺天盖地的江氏丑闻挂满头条。我看着因懊恼抓着自己头发发泄的男人，实在无语，却又不得不替他问一句：诚义，你跟姐姐的关系曝光，你准备如何处理？江诚义颓废地坐在沙发上，嘴里反反复复呢喃着一句：我不知道。我无奈让管家先把白嘉玉安置在宅子里，先在眼皮子底下管着，省得江诚义根基不稳的江氏继承人被人挖空。不料这个决定让白嘉玉误会了自己的身份。他以为她是江诚义的第二个老婆，幻想着自己回想港剧里的二太太一样，能在江宅里呼风唤雨。他不仅这样想，也是这样做。我带着几位有名望的太太回江宅做客，迎面却看见白嘉玉在怒斥管家保姆办事不力，那举手投足像极了女主人。太太们都是不喜欢小三儿的，得知白嘉玉的身份和住在江宅的原因后，更是直接翻白眼，让我好好管管江诚义。江太太，别的不说，要是江总司生活这么拎不清，那生意场上就更没魄力了。连个小小的女人都摆平不了，她还能摆平什么事儿？的确，江诚义摆平不了任何事。他没管理公司的实力，也没上进心，整日泡在他逝去的爱情里，醉生梦死，真不配坐在这个江氏领头人的位置上。妈妈刚办完离婚，一脚踹了爸爸。他涂着指甲油，轻描淡写地向我提议：既然江诚义坐不稳，那便你自己来做。江氏变陈家也不是不行嘛，妈妈，真有你的。怪事发生了。没等我行动，江诚义意外地振作起来，想要从我手里接管全部业务。我疑惑地盯着他，直到他心虚先开口：家，你姐姐说最近有几个项目前景很好，很值得投资，我想试试。原来这几日白嘉玉偷摸地进出书房，是在给江诚义吹枕边风。他也不是个呆子，但心是真的坏。白嘉玉选的项目背后的推手是裴少跟江氏长子，他们不会好心好意去给江氏介绍项目，所以里面一定有诈。江诚义却像着了魔一样的坚持要投。我选择让步，但私下却直接将放在外边的陈家参与的项目全部暂停回笼资金，并及时撤出江氏股份，守在远处观望。白嘉玉似乎恢复了以往的风采，整个人干练知性，仿佛那个清冷大美人又回来了。两人一同进出公司，每天都并肩而行，有说有笑。公司里不少员工还以为白嘉玉是江太太。我难得回一趟公司，却看到所有人对着白嘉玉恭敬有加，一口一个江太太，喊得她飘飘欲仙。直到看见我在不远处笑着看他，他仰头朝我走来，语气依旧倨傲：呵，陈平冉，你嫁给程毅又如何？只得到他的人得不到他的心，你就永远被我踩在脚底下。什么东西也配跟我争？啪！
我一把巴掌狠狠甩在白嘉玉脸上，打得她猝不及防。周围的人也惊得站起身，一个个瞪着我，好像要把我吃了一样。我笑着反手又甩了一巴掌，直接打得白嘉玉踉跄几步。她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，嘴还硬着：“你打我又怎样？程毅又不会爱上你。”江程毅不爱自己老婆，难道爱一个小三儿吗？我冷下脸来，不顾众人惊讶的目光，一把拽住白嘉玉的头发，冷声道：“你以前仗着是我姐姐，什么东西都要跟我抢，连我妈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都要抢，真是不要脸。我现在是江程毅的合法夫妻，你算什么？你只是个小三，懂吗？你现在成了你最讨厌的小三。”知三当三，多年的怨气在此刻迸发。我腾出一只手，毫不客气地打在白嘉玉的脸上，一巴掌接着一巴掌。这么多年来，他都不愿意承认爸爸跟妈妈是合情合理的结婚，是不干涉他妈妈的婚姻下结的婚。他总把我妈妈是小三挂在嘴边，到处宣扬我妈妈勾引爸爸，辱骂妈妈不要脸。妈妈忍让，劝我不要管；爸爸偏心，也劝我不要理。但是白嘉玉不是个知好歹的人，他像条毒蛇一样，会趁人不备张开嘴，用毒牙咬人。我打得手掌通红才停下来，一脚将白嘉玉踹在地上，冷笑一声：“怎么样？把自己臆想成港圈里的二姨太，是不是也挺爽的？”周围的人不敢出声，直到江程毅的秘书匆忙赶到，冲着我毕恭毕敬喊道：“太太，你怎么来了？快救救江总吧！江氏出事了！”江程毅发狠地把手里的资料扔在白嘉玉的脸上。昔日的旧情人，此时又变成了冤家。江程毅冷声道：“嘉玉姐，我信你的话，才把资金翻倍投入。现在告诉我，项目中断无法启动，资金流失无法收回，你解释解释怎么回事？”白嘉玉意识到不对劲，声音发抖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”裴少明明说，他下意识住了口，冷汗直流。直到事情无法挽回，他才知道自己被裴少利用了。对方是手段阴毒的老手，对上江程毅和白嘉玉这种头脑简单的蠢货戏耍玩弄，简直易如反掌。江程毅阴着脸：“林秘书，从今天开始，白嘉玉小姐不必到公司来了，以后公司任何业务都不要让她接触。”白嘉玉错愕地看着他，这是在怀疑他？不，他当然不会承认，他也是受害者。程毅，你听我说，我不可能害你的，一定是误会。他忽然指着我大喊：“肯定是陈平然的手段，他一直都那么厉害，做点手脚很简单的。”话到嘴边，白嘉玉再也说不下去了。聪明如我，什么手段计谋我都会第一时间察觉，可他不是我，也不如我，所以只能傻乎乎地跳入敌人挖的陷阱而不自知。他跟我争了那么多年，这一次却要被迫自己承认我比他更优秀。杀人诛心，不过如此。白嘉玉黯然退场，江程毅求到我跟前，希望我能帮他。真是无视白嘉玉，有视陈平然。活在蜜罐里的江大少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卖了还要帮人数钱，因为他又蠢又贪。我哀怨地抹着泪，一脸决然：我要离婚。简单的一句话，让江程毅感觉窒息，却又重新燃起了白嘉玉的希望。他兴奋地抽搐着上扬的嘴角，立马握住江程毅的手，坚定地选择他。程毅，我会陪着你的。江氏这次的大窟窿是日积月累的问题，我没必要帮着江程毅擦屁股。我嫁给他的目的从始至终只有一个，就是踩着江氏的路，赚更多的钱。利益至上，情爱靠边。
更何况他并不爱我，我又何必纠结？我麻利地处理掉与江诚义的夫妻关系，他大概不会知道这次项目出现问题，会给江氏带来没顶之灾。1个月后拿到离婚证时，他还在问我是否爱过他。我不爱他，一个总摇摆不定、恋爱脑的男人，草包无能，三心二意，怎么配得上我？你比你姐姐厉害多了。裴少笑着敬了我一杯，我也笑着回敬，仰头把酒喝光。我的姐姐，蠢笨如白佳玉，她也配做我的姐姐。江氏长子递给我一份协议，1个月后江氏就是你的了。陈小姐，合作愉快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合作愉快。1个月后江氏落寞。江诚义多方打听，发现是我收购了江氏大量股份，他一脸感激地堵在我的公司楼下，说感谢我替他筹谋。我失声笑道：你不会以为我是为了你才收购江氏的吧？江诚义的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，难道不是吗？你着急跟我离婚，是为了更方便去介入收购的事宜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我。平然，我保证，这次我回到公司一定好好干，一定可以重新让江氏东山再起。我看着江诚义天真的脸，无奈地摇头。江一那么干练精明的女强人，居然把自己的孩子养废了。我推开江诚义的手，笑道：不好意思，江少，从明天开始只有陈氏，没有江氏了。江诚义双眼发直，失神般跌坐在地上，不敢相信。诚义，白佳玉宛如天神降临，一把护住地上颓废的男人，满眼嫉妒地瞪着我。你们已经抢走了他的全部，现在还要刺激他吗？滚！都给我滚！我会好好照顾诚义，我也会替他夺回江氏。我真诚点头，祝你们好运，把2人甩在身后，不再理会。我将正式与妈妈联手推动陈家家族商业版图，成就自己的未来。在多次商业合作中，与裴少、江氏长子交手，也逐渐成为亦师亦友的伙伴。深夜喝酒时，裴少又带来新的八卦。你们知道吗？江诚义忽悠白佳玉跟他爸卖了房子跟车子，拿着钱说要东山再起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他跑的都是灰色业务，还逼着白佳玉去陪酒。上回我陪我姐去医院孕检，碰到了白佳玉去打胎，还在医院里跟江诚义大打出手。啧，真是2个奇葩。闻言，我无语至极。好好的天之骄子，把自己的牌打烂，活该。那次以后，原以为不会再听见江诚义和白佳玉的消息了，结果他们出现在了法制新闻上。前日，在海潮商贸大楼前，一对情侣因争吵情绪失控，女方竟然私购硫酸泼向该男友，导致对方严重烧伤，抢救无效身亡，嫌疑人被当场制服。案件正在审讯调查中，据警方调查结果，被烧伤殒命的男子是原江氏集团的继承人江诚义，嫌疑人白佳玉是他多年女友。2人，白佳玉已然认罪，但精神出现失常。我拿着江氏老宅的房产证，听着新闻愣神，真令人唏嘘。骄傲的江诚义，自负的白佳玉，2人爱得死去活来，最终也死得轰轰烈。妈妈敲了敲我的桌子，怎么突然可怜他们了？我笑着摇头，利落地在出售人的位置签下名字。江氏老宅被我卖了，连同对江诚义虚构的感情和对白佳玉的惩罚，不被情爱困扰的人生才是最优选。全文完。